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款奶香浓郁的炼乳手撕面包。制作和整形上都没有特别的难度，松软的面包出炉之后可以直接手撕着这么吃，是一款非常适合初学者做的面包。先来制作面团，搅拌盆里加入高筋面粉、糖、盐和酵母，再倒入鸡蛋液、淡奶油和牛奶。因为不同地方不同品牌的面粉吸水性都不一样，所以牛奶我留了大约5克没有倒进去。先看看面粉成团的情况，低速搅拌大约1分钟之后，面粉基本已经成团。捏一下面团的软硬程度，如果感觉还是有点干，倒入余下的牛奶，继续搅拌1分钟左右，直到牛奶被面团完全的吸收。一般来说，无论是面团过干还是过湿，都可以在这个阶段进行调整。完全成团之后改成中速，大约搅拌8分钟，这时的面团很明显有了一定的筋度，慢慢拉开的粗膜会出现这样的破洞，这时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。黄油不能是融化的，只有是软化但还是固态的黄油才最容易被面团吸收。继续中速搅拌，可以看到黄油慢慢的与面团融合，但是盆壁和底部都会粘着黄油，就需要不时的用刮刀刮干净。揉了7到8分钟左右，面团有了非常好的延展性。取一小块做手套膜的测试，薄薄的手套膜可以看到手指捅破的话，洞的边缘也都是光滑的。把面团向底部折叠，这样表面就会非常的光滑。碗里喷一点油防粘，盖上保鲜膜，现在室温大约也有25度左右，进行第一次发酵，发到2倍大。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炼乳酱，用软化的无盐黄油和炼乳混合，搅拌到顺滑没有颗粒，就放入冰箱里冷藏一下，这样一会儿涂抹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操作。看面团是否发的恰到好处，手指蘸上面粉，中间戳一个洞，如果不塌陷，就代表发酵的刚刚好。如果一戳下去，面团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就说明发过了。发酵好的面团非常的轻柔，通过拍打把面团里的气泡挤压出来。因为面团太软了，比较难操作，把面团2面都盖上保鲜膜，放在托盘里，放入冰箱里冷冻20分钟。冷冻好的面团会比较好操作，光滑面朝下，擀成25厘米乘32厘米尺寸的面片，把冷藏过的炼乳酱涂抹均匀在表面，切成4等份，互相叠起来。最上面那片把有炼乳酱的那面朝下，叠起来之后，把长度和宽度都排整齐之后，中间切一刀，每个长条再切成这样宽度3公分左右的面团。今天我们用的是6寸中空的模具，刚才切好的小面团的尺寸放进去刚刚好，底部和四周都抹上一层黄油，然后把面团4个一小组侧着这么摆放，不用太过规矩，随意一点就可以了。第一层放好后再叠一层，用保鲜膜分好，底部放一个托盘，放入烤箱里发酵。烤箱里放1碗热水，不用特地喷水。今天这个面团不需要太高温发酵，大约30度左右就够了，湿度在70%上下。因为盖上了保鲜膜，所以不用太过担心面团表面会干化。这个面团只需要发酵到和模具高度差不多即可，
如果这个样子超出模具很多，烤完就好像爆开花一样，会影响整体的造型。把烤箱预热到170度，可以在表面撒少量的杏仁片，增加风味。放入烤箱中下层，170度烤制20分钟，然后调高至180度，再烤4分钟上色。从烤箱取出来之后，脱模放在架子上放凉。记得面包出炉之后一定要马上脱模，以免面包中的热气无法散发变成水汽，就会严重影响面包的口感。放凉之后，表面撒一点糖粉。奶香味浓郁又松软的炼乳手撕面包，可以这样一片片手撕的吃，非常的过瘾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做完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